董管家，哎，你们孙神医的医术不是号称能起死回生吗？怎么没救活呀？哎呀，宋捕头您玩笑了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这孩子已经气绝身亡了。所以说嘛，你们看，这再大的神医都有求着我们兄弟的时候。可惜啊，孙神医眼里没有我们这些小吏。哎，您看您这话说的。行了，咽吧，差不多行了啊。这百草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多半是他们自己人动的手。宋捕头，小的已经查问过了，百草园委实无人与这孩子结仇啊。九娘子，你先别过去，官差在验尸呢。好。验完了，受害人是被人捅伤胸腹而死的，看他身上的衣衫还算完整，可见没怎么挣扎就被人害了。行凶的应该是他认识的人。看，让我说着了吧？熟人作案，把这园子里的人啊都带回衙门挨个审一遍，上了刑就没有不招的。身为捕头，你们就是这么查案的？你是何人？姑娘家不在房中绣花，来这儿凑什么热闹？衙门办案，去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仅凭衣衫是否凌乱，就判定是熟人作案，这般粗陋的勘察，怎配做官差？辱骂官差？你敢？我敢！这是我中永侯府的秦九娘子。中永侯府？我就说嘛，难怪九娘子有这般气势。不过九娘子乃闺阁女子，对刑名之事必是无从知晓。秦九娘子若无从知晓，恐怕这世上就无人敢说知晓二字。何人啊？我给你的令牌呢？为何不用？一时没想起来。拿出来试试。瑞王世子令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求上官恕罪。什么上官？这位是瑞王世子本尊，有眼无珠，我看压根没长眼。是。秦九娘子于刑名之事造诣深厚，是我特意聘请的幕僚，今日能得其指点一二，你等幸甚。起来吧。适才都怪小的没长眼，请九娘子恕罪。秦九娘子一片忠君爱民之心，才不顾非议助我巡检各州府刑狱，你们当尊他一声九先生。是，小的们见过九先生。见过九先生。诸位不必多礼。府令，箱子。是。师兄，你先送世子殿下还有白将军回去休息吧。不必，我和白风去凶案现场看看，若有所获再通知你。可你们的伤……啊，我再给他上点药，只要保养得当啊，应当死不了。凶器尚未找到，行凶人有再次行凶的可能。此次检验必须找出受害者夜半出现在杂物院的缘由。哎，对，记清楚了没有？哎，九先生已经擦完了。好，擦完下去啊。记，快记清楚。是。左边脸颊有擦伤，右肩向后摔倒，有擦伤。胸腹处有淤伤和毒刺伤。
膝盖和小腿正面均有淤伤和擦伤，两手掌心均有割伤，右手手腕处有一处血印。死者的衣服在哪儿？哦，这。董叔，啊，百草园中下人们的冬装可有这种质地的？没有，少主一向善待下人，从不用这等粗劣的棉布制作衣裳。这死者的鞋子在哪儿？鞋子。九先生，死者的鞋已经完全被血水浸湿了，但鞋底是干的。干的。主子，此处就是小松子的房间。主子。左近可有茅厕？前面不远处就是下人用的茅厕。走，去找死者遇到行凶人的地方。来，主子。主子，这游廊通向何处？董叔的地图上没有标记，属下去看看。走慢一点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。主子放心。殿下，九娘子已经验明尸身，老奴特意来给世子带路。启禀殿下，九先生命小的来送验状。九先生那边可有人保护？有的，有的，小的都安排好了。有小的在，绝不让九先生擦破一点油皮。鞋底是干的。主子，回禀主子，游廊往前是一个药库，门虽然锁着，但是有很浓的药味。再往前的话，就剩几条分岔路口了。那边确实是药库，再往前走就是少主的仁心院了。血液遇害，鞋底却是干的，说明死者所到之处皆是游廊或有遮挡。地图，哎。夜半天寒，死者可能因药起夜，通过游廊去往茅厕。就在此处看到行凶人，见他行踪鬼祟，便跟了上去。行凶人发现被人跟踪，便故意引他往偏僻处走。知道。哎，那不正是死者遇害的地方吗？我们一路走来，除了游廊，就是适才那条甬道。甬道上方屋檐相连，正好挡住风雪，因此死者鞋底是干的。至于九先生著名的凶器，应该就是类似柴刀的物件。殿下，这里就是杂物院，平时从不上锁。小松子磨完柴刀之后，便会把柴刀收在院门口。那这就通了。行凶人因是先一步进了杂物院，随手拿了柴刀等死者跟来。可行凶人若是临时起意杀了死者，下手为何会那般残虐啊？也许行凶人并非临时起意，只是他要杀之人，
未必就是死者。殿下，您的意思，行凶人的目标是仁心院，他要杀我们家少主？我也只是猜测，死者的意外介入，打乱了行凶人的谋划，才惨遭虐杀。不可能，我们家少主一心济世救人，对周围民众又是奢要义诊，绝不可能有人会对他心存杀念的呀。在未捉到行凶人之前，任何可能都应考虑在内。可是再怎么说，他也只是个少年人，深更半夜见人行踪诡异，他怎么敢独自上前呢？哎，小松子心地醇厚，早就视少主为再生父母了。如果他发现行凶人的目标是仁心院的话，他即使再害怕，也会跟过去的。若真如我所虑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好孙少主。我的黑甲卫还有几个时辰才到。宗捕头，哎，仁心院的安危，就暂且交于你了。但凭世子殿下吩咐，去仁心院。哎。爹，娘，女儿终于可以如愿进京了。无论害你们的人如何位高权重，女儿都会竭尽全力，令你们沉冤昭雪。君主，你喝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还未到冬月，怎么会这么冷？好端端的非要弃了水路，这穷乡僻壤连辆车都顾不到，前往还能赶到驿站吗？且忍忍吧，越往北走越冷，过几日运河上冻了，就行不得船了。还是郡主见多识广。这么冷的天，小婉儿还要站在那儿看多久？娘子，封地里站久了容易着凉，我们进去吧。这茶酥啊，是我们这里的特产，小娘子们莫嫌弃啊。来，喝热茶。小婉儿，这挺好吃的，你快尝尝。云雾山一带盛产茶叶，这儿的茶酥果然别有风味。郡主，各位妹妹，马车总算是找到了，但是天黑的比较早，今夜只怕得在附近找个地方投宿了。店家，哎，这附近可有供我们落脚的客栈？哦，前面就有一家，客官们沿着官道一直往前走，穿过三元村就到了。只是，怎么了？啊，只是近几个月这三元村它不太平，客官们要是去啊，最好早点动身，等天黑了就太危险了。店家，这三元村怎么个不太平？听说呀，这个村呀，它闹妖怪，天黑了它就会出来吃人的。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？就是，有我在，什么妖怪都不怕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郡主不必听信这些乡野闲言。马车已经停在路口了，郡主还有妹妹们就上车吧。都稳当点儿。
别去，别。九妹妹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朗朗乾坤有什么妖怪？就是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呢。小婉儿，走。小白，走。哎呀，贵人们远道而来，快里边请。哎呀，这眼看就要大雪封山了，我这儿啊是最好的去处了，上房最干净，贵人们尽管放心。来，里边请，喝杯热茶嘛啊！哎，请。掌柜的，赶紧安排一下，都饿坏了啊！哎，好。来，先喝。来，掌柜的，往里走。这村里的大门上为什么都挂着大蒜和兽脚？这些是做什么的？是。我们之前听说，这附近闹过妖怪。公子既知道，那我就不瞒着了。这里后山原有个大茶园。生意很是红火，可半年前呢，那茶园里连续死了好些人，做工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踪影。找到尸首的时候，5脏6腑都被掏空了。哎呦，死的那叫一个惨呐！会不会是山里的猛兽伤人？猎户们把云雾山都快翻过来了，也没见到猛兽的影子呀。出了这等大事，官府都不曾过问吗？查了，官府查了几个月，啥也没查到，这才传出了茶园妖怪吃人的说法。不过贵人们放心啊，自那茶园关了以后，已经1个多月没出过人命了。可我们又不是妖怪，这村民们为什么对我们虎视眈眈的？哎呀，村民无知，说是因为外人来的太多太杂，带了不干净的东西进村，才惹出这些祸事来。所以啊，这三元村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哎，大娘，我的翠翠呀！你慢点，翠翠呀！你让祖母可怎么活呀？我的翠，小妹妹，快，后边的跟上！翠翠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翠翠。慢点啊！老冯家成绝户了。此话怎讲？老夫是村东的冯老太，儿子女儿都被妖怪弄死了，只守着一个孙女过日子。看这样子，哎呀，老天保佑，我这客栈千万别出事儿啊！九妹妹，此地不可久留。让那些外乡人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让那些外乡人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大胆刁民，休得在此放肆！滚出去！王村长，这是做什么呀？叫这些外乡人滚出去！咱们三元村啊，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，他们这些外乡人一来，翠翠就遇了难。他们这些外乡人要是留下来，下一个死的不一定是谁。让这些外乡人滚出三元村地界！所有人听令，护好女眷们，将这些刁民统统拿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不靠你们！耍横是吧？让他们滚出去！让他们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三哥，此处民风彪悍，若真冲撞起来，难免会有伤亡。九妹妹莫怕，些许刁民还不是侯府侍卫的对手。上！哎，别去，不行。住手！
孙神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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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把您给惊动了？师兄正在给冯老太看诊，听见你们闹事就着急过来。这大雪将至，这个时候赶人，不是把人往死路里逼吗？可是他们可以住百草园。不行不行，万一给您惹来灾祸呢？不会。师兄，孙师兄，哎，都退下吧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咱们传说中药王谷的大师兄孙皓月，叫人。今晚见过大师兄。师兄，这是咱们的小师妹，秦婉。自从你学成出山之后啊，咱们师傅最喜欢的就是她了。小师妹好。原来二位是小妹妹的师兄啊。在下是婉儿的三哥秦衍，今日有幸与2位药王谷的神医再次相遇，不胜荣幸。秦公子，这就出发吧。好。去哪儿啊？咱们去师兄的百草园，这儿都不让你们住了，还能去哪儿啊？少主，您回来了。董叔，来陪我吧。夫人可好？好着呢。这几位是我朋友，麻烦安排下住宿，我去看看夫人。好。还神医呢，未免也太无礼了些。我家夫人有重病在身，少主一向是亲自照顾，从不假手于人，并非有意轻慢各位，还请诸位见谅。孙神医伉俪情深，令人敬重。这宅子里面地方很大，诸位尽可随意，就像是在自己家中一样，千万别客气。多谢。来，里边请。公子这边请。哎，师妹，姓燕那小子呢？他怎么敢让你一个人独自入境啊？师兄又胡言乱语，燕世子又不是我的护卫，总跟着我算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多亏是皓月师兄，要不然你们几个就露宿街头了。哎，所以姓燕那小子呢？师兄，你怎知大师兄住这儿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自从我离开荆州之后啊，我便听闻这云雾山里面有个仁者仁心的孙神医，哎，我就慕名而来。结果这一见面，你猜是谁？就是咱们的皓月师兄啊！哎呀，你说自从他学成出山，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了，这次相遇就是咱们的缘分啊！咱们兄妹三人一定要好好的切磋一番。好，小婉，快点，来了。哎，走。冻死我了。治疗药方，白果。幸亏你大师兄有这样大一处宅子，这要跟在船上一样，跟你2个姐姐挤在一起，我真的要骂人了。此处虽清冷了些，但意境却极好。听说大师兄的夫人身子不太好，这倒也适宜嫂夫人静养。你大师兄不是神医吗？怎么连自家夫人都治不好？神医又不是神仙，自有医不了的病。娘子、郡主，董叔把被褥送过来了，我去给你们铺上啊。福良，你把我的给我吧。啊，来。不是，那个，郡主，我来给你铺吧。哎呦，不用了，你给小婉儿铺就行了。我们去园子里转转吧。不去，今日起的实在是太早了，我要补眠。这世上本无妖怪，可冯家孙女的手臂干如枯骨，麻布和木板上毫无血迹，分明死尸已流尽全身精血，又岂是人力可能做到？
那殿下要在荆州耽搁多久？待我抓住那军中败类，我就来追你。放心吧。若有世子相助，我定能让那妖怪现原形。可是，他何时才能赶到啊？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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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子，要不要歇一会儿？不行，眼看又要下雪，到时候选路马跑不快，就更难赶上他们了。可您都骑1天马了，哪有那么娇气？撤！撤！秦娘子，没吓到你吧？这是少主的病人。大师兄为何把病人关在这儿？这病人犯有癔症，发作起来常常会伤人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发起病来就会这样，所以少主才把他留下来医治，免得他伤人伤己。九娘子，您到别的地方去转转吧，老奴要服侍他吃药。辛苦董叔。哎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可是要去拜见大嫂啊？哦，我还没去。我认识路，我带你去，走。好。就在前面，这边就是。师兄，嘿嘿嘿，师弟，小师妹，见过大师兄。这位是我内弟白飞爵。多谢师兄。见过白公子。多谢师兄出手相助，我们一行才有安身之处，今晚不胜感激。九娘子不必如此，我们师兄妹之间不必多礼。百草园虽然简陋，但是胜在疏朗开阔。
师妹不妨四处走走看看，比药王谷别有一番意趣。听闻嫂嫂身体不适，待小妹向嫂嫂问候安康后，定会好好欣赏一番。师妹有礼了，本来该由飞燕这个当家主母招待小师妹，奈何她身子不好，多有怠慢了。哎，师兄说着无需多礼，自己却是最多礼的。行了，带我们去见大嫂吧。难得师妹记挂飞燕，那随我来吧。里面请。你嫂嫂病痛难眠，需要我专为她配制的云梦香方可入睡，一般人受不了的。她刚服完药睡下，就在此处，看看她吧。好。我们回去吧。大师兄，嫂嫂到底得的什么病？难道连您也无法治好吗？她是从娘胎中带来的不足之症。我写信问过师父，师父说我的方子是对的，只是她身体太过羸弱，见效慢些，到了冬天就更难熬。有时一睡便是几日，有时醒了，却又睡不着。有大师兄在，嫂嫂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谢小师妹吉言。多谢师兄。大师兄为何要买这么大的宅院？嫂嫂病体虚弱，按理说人气不旺，对恢复并不利啊。你看这些房间啊，这些都是大师兄专门用来收容那些穷苦病患的。眼下看着冷清，那是因为他们都已病愈归家，一时人气不旺而已。难怪村民们都对大师兄那般敬重。大师兄此举真配得上人心人术这4个字。大师兄出身世家，医术高绝又不慕虚名，他总是钻研旁人治不了的绝症，因此才声名不显。若非大嫂病重不便移动，他恐怕现在也会像我一样四处游历，寻找奇症怪病。可惜了。希望大师兄一片痴心可以感动上天，令他夫妻2人相携白首。哎，别跑，站住！哎，那边是什么地方？好像是师兄的药谱啊！来人呐！有人偷药了！来人！小松子，孙大哥，有人偷药！怎么了？有人偷药！主人辛苦种的药材全被贼人祸害了，董叔知道肯定又要骂我了。那贼人呢？我们追上，让他翻墙给跑了。你带我去看看。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就在那儿。这片啊，这片。对对对对对。
人并非为了采药而来。我亲眼看到他就弯腰站在那儿的，他不是偷药是做什么呀？若是为了偷药，起码应该拿走些药材才是。可药田里的药材却都是被踩踏倾倒，从根茎看，也没有拔出或采摘的痕迹。你看到他时，他可能刚好翻墙跳下，正要站起，而不是弯腰蹲下。师妹果然厉害啊，难怪星爷的那个臭小子。师兄，啊，好，你可看清那人的长相？我没看清，我一喊他，他头也不回就跑了。发生何事啊？董叔，这里进了贼人，要尽快加派些人手巡查。秦娘子想得周到，入了冬，山里穷人的日子难免难挨，多加防范就是了。你这样大惊小怪的，惊着夫人怎么办呢？董叔，我错了，你只要给我口饭吃，你怎么罚我都行。哎，这孩子，来，快起来！我错了。哎，好，别害怕，怎么会不给你饭吃呢？别害怕啊。他也是少主收留的穷人家的孩子，以前饿怕了。啊，时辰不早了，宋公子，还劳烦您把秦娘子送回去。一会儿林婶会把晚膳送到大家的院中的。多谢董叔。不客气。走吧。哎，小婉儿，小妹妹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来，快，过来，坐。怎么了？我今天睡醒看你不在，就想着出去找你，没想到没找到你，倒是看了一出好戏。小婉儿到底去哪儿了呀？这一大早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人啊？许是找他师兄玩去了吧？师兄师妹的，也不知道避嫌。这还没淋呢，怎么臭烘烘的？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我看看，看什么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要看什么？这什么？你要看什么？是野巫的尸身！野巫的尸身？对不住，我以为是夜香呢。娘子，来。怎么会有这么多野巫的残尸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不拉着我呢？跟着别人看我笑话，算什么姐妹？算什么姐妹？响声白飞诀。惊扰了各位娘子，小生在此赔礼了。六妹妹，对不住啊，我刚才差点被吓死了，这才失态的。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后来啊，我故意随口提起白家是益州名门，秦香的眼神看着白公子都要滴出水来了。那些兽类的尸身现在在哪儿？我想看看。你看那些东西做什么？白公子当时就让下人埋了。宁儿，你说那些尸身被人开膛破肚，像被刀切开似的。对啊，刀剑上我绝技不会看错。娘子，林婶送点心来了。是什么点心啊？是茶酥啊。我也想尝尝，我不想回内屋，看见他就饱了。
老奴手艺粗糙，还请娘子们不要嫌弃啊。这茶酥比咱们在茶棚吃的还要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娘子喜欢就好。少主吩咐了，这几日就由老奴伺候几位娘子。人审称大师兄少主，可是大师兄的家仆。是的，这里只有我和老董是跟着少主过来的，其他人都是被少主治好了之后自愿留下的。那林婶的茶点做的比本地人做的还好吃，真是厉害。老奴原本也是不会的，少主治好了老奴的心疾后，老奴对着灶上的活计突然就开了窍。孙神医连心疾都能治？可不，少主说老奴的心上长了坏疽，切了就好了。娘子们请慢用，以后想吃什么吩咐一下老奴就是。一会儿我帮你开门。哎，好。小婉儿，你大师兄的医术好像比你还厉害。大师兄嘛，自然是最厉害的。娘子、郡主，早膳准备好了。好。小师妹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小孙子让人害死了。九妹妹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师兄家里的小厮出了事，我去看看。你不能去。大师兄待我不薄，家宅出此大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此处不是荆州，无人帮你遮掩。若你验尸的事传出去，你们姐妹的生命还要不要了？谁要敢说小婉儿坏话，先问我的剑答不答应。走。可是，九妹妹，三哥，你别担心，九妹妹的本事，连燕世子和霍知府都佩服得很，不会坏了名声的。是吗？那六妹妹，不妨慢慢讲来。董叔，给公子添麻烦了。此事先别告诉我师兄。多谢公子为少主分忧。小松子在这边。宁儿别过去。茯苓去把我的箱子和纸笔拿过来。是，我跟你去，我有功夫。走。这是谁对小松子下了这等狠手？先派人去报官吧。可是，此地距县衙有70多里路啊，雪大路滑，这来回也得2天2夜的时间呐。那也要报官。此处我先做勘验。孙公子，这……放心，我小师妹的仵作之术非常厉害，绝对不会误事。好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师兄，案发后3日是最佳的查探时间，你我不能坐等官府来人，必须把能查的都排查了。万一有拖延，至少能保存些最早的证据。好。是谁第一个发现小松子的？是小的。这么早，你为何会在这儿？小的负责日常打扫，待身体痊愈便要下山去了。小的感谢主人活命之恩，清晨特地早起，想为主人再扫扫雪。可谁知途中看到一只野猫，小的便一路追着，就看到了小松子。你身体尚且虚弱，为何要去追那只野猫？昨日白公子吩咐过，让小的们务必把野猫捉干净了，免得夜里惊着几位娘子。你先下去吧，这2日别乱走，衙役们会再来找你问话。小的记住了。小婉儿，那……哎，我来。多谢师兄。小婉儿，你那三哥好像在和管家商量，要立刻上路。眼下这情形，谁也走不了。
师兄，记。哎，记什么？按老规矩，你说，我记。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。哦，好。记。初见，受害人小松子，年约16岁。从血迹色泽来看，身亡时约在3更丑时。根据受害人气绝时姿态，凶手应是先将其抵在墙上，砍其手脚。从腿部伤口来看，凶手应是想将其手臂也砍断，但刀刃渐钝，手臂才未被砍断。致命伤为胸口处捅刺伤，行凶现场未见凶器。从伤口形状来看，凶器应是能砍能刺的铁质长刃，大致粗糙，类似柴刀。这行凶之人莫非是以虐杀取乐的疯子？怎么会对小松子有如此大的恶意啊？行凶情由还需再做排查，请师兄先让人将此处包围起来，日夜看守，待官府勘察之后再做收敛。放心。小松子父母双亡，是个孤儿，他和我一样也患有心疾，自小就被那些亲戚们推来甩去的，无家可归，命苦得很。后来少主给他治好了病，他便留了下来。我还想着要收他做干儿子，我照顾他小，他养我老，谁知他竟然被人给害了。林深，小松子近日可曾与人生怨？没有，他平日里最是乖巧听话，哪里会招惹别人呢？招惹别人？女儿，去墙上看看有没有新脚印。好。这墙头都被雪覆盖了。小婉儿，新的脚印是什么样的？为何偏偏昨夜下了雪？不管脚印新旧，看看雪上是否有脚印。没有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怀疑是昨日那贼人？林婶说，小松子从未与人结怨，但昨日的贼人就是被小松子发现的，不得不有所防备。小松子昨日坏了那贼人的好事，所以他才对小松子下那样的狠手。作案的情由最是难查，眼下的证据还不足以做任何推断。若真是那贼人，他至少在卯时之前就应该翻墙进来，脚印才足以被大雪覆盖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找凶器。凶器找到了吗？不过杂物院确实是丢了一把柴刀。行凶人若带走凶器，很有可能会再次行凶。可是这大雪天山路难行，衙门的人最快也得明天晚上才能赶到啊。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我们带的侍卫不多，大家分散居住的话，怕是顾不过来。告诉大师兄吧，如果嫂夫人能挪动，最好还是住到我们那边。好，我这就去禀告少主。哎，小师妹，那我呢？我干什么？这么大的雪，会掩藏掉很多痕迹。大宅中又没有守卫，外人有机会潜入，也不排除是自己人行凶。咱们分头询问下人们昨夜的行踪，说此有出入的人就有嫌疑。啊，妙！这我还是和燕世子学的。小师妹，你别说，此时此刻呀，我还真有点想他了。
宁儿，你怎么在此处啊？我替你看门呢。守门我总比府令强吧？你们呢？查到什么了吗？哦，有出有入，严丝合缝，所有口供都对得上，没什么可疑之处啊。孙公子、齐娘子，我家少主说少夫人不便挪动，他会护少夫人周全的。我去和大师兄说。你怎么了？我想七哥了，你呢？他也有他的事要忙。我从前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结果连个脚印新旧都分不出来。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？哦，你是说这个呀？那你以为我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第一次给人看病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很是厉害，可连小小的风寒都诊错了。小医仙也犯过错？这世间谁人不会犯错？只是诊得多了，才越错越少。你也一样，我们都天赋异禀嘛。这话我爱听。哎，我刚刚提到七哥的时候，你怎么脸红啦？没有，我就是动的。你说没有，那就没有吧。反正我是真的想他了。我也挺想他的。百草园，主子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主子，没事。让我等会儿。婉儿，我来了。交给我吧。
幸亏发现的及时，冻伤还不算严重。眼下正在给他们泡着药水浴，只是还未苏醒。还未醒？啊！世子他们戍边多年，又深谙雪地行军之道，身体怎会受损至此？那谁知道啊？若不是他的马通人性，哎，小心！没事，只怕他们都得冻死在门口。殿下因是劳倦过度，又损伤了元气。那我去给他抓几服四君子汤。师兄，殿下一向体健，又气血旺盛，不宜用四君子汤这类温补之药。啊哈，对，因人而异嘛。怪不得师父说我死。他们因是赶路时饮食不调，受寒所致，寒凝气滞。师兄不妨配几贴暖气膏，外敷以温里散寒，行气止痛即可。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啊。那我去给他配几服膏药，这方面，师妹你不如我。娘子，药熬好了。麻烦林婶去帮我冲2碗糖水，不必太浓，再熬一些米油备着。好的。师兄，你去白将军那边吧。哎，干嘛？你要亲自给他上药啊？是啊。他现在身无寸缕，你以后嫁不嫁人了？医者眼中岂有男女之别？既然没有区别，那你去白将军那边，找我来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我看这小子见你的眼神居心叵测，他万一缠上你怎么办？他一个世子缠我做甚？再说我之前就给他脱衣疗过伤，要缠早就缠着了。不，他现在可是全脱了呀！他师兄若是实在不放心，我去白将军那边。哎，别，那边也光着呢。既然你给他疗过伤，那就这样吧。这是便宜顶小子。殿下，你醒了。啊。殿下需要什么，我去帮你取。我去看看白风怎么样了。
白将军已无大碍，殿下只管好生休养。九娘子，我的那些衣物呢？脱了。你都快冻僵了，必须要泡温水浴才好上药。是谁脱的？师兄脱的。我上的药。多谢。殿下不必担心，只要再上2次药就好了。多谢九娘子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待我更衣之后。好没好我说了算。快躺下，我给你上药。哎，不必劳烦九娘子，我已经全好了，真的全好了。快躺下。不用了，主子，主子，九娘子，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势。哎，别穿裤子。属下玩忽职守，求主子责罚。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起来。主子不罚我就不起来。谁允许你下床的？快回去，有事等你伤好了再说。九娘子，主子伤的比我重，他为了赶上您的行程，撇下护卫日夜兼程，连热饭都没吃上一口。说下去。后来打听到九娘子在百草园，他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，就急着上山，直到院门口才肯歇息一会儿。结果这一歇息，属下就睡死过去了，才害主子遇险的。殿下，都是为了我。我也不曾想，中原腹地有那么冷吗？主子，快让我看看！就你有嘴，在那胡说八道！我得说呀，我要不说，九娘子怎么知道您的良苦用心？您这罪岂不白受了？哎呀，你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去找七哥。啊，白将军应该吃药了，我去叫他。娘子，世子殿下这么不要命的跑过来，这份可以后怎么办？傅灵，我该以哪种身份接受这份好？是秦婉还是神婉？若父亲的冤情不得昭雪，我该如何与他相处？难道就要用秦婉的身份苟活一世吗？娘子，傅灵，别说了，我现在心里乱得很。九娘子，官差们到了，董叔正领着他们去看小松子呢。走。